印度高度关注中国运20换新发动机消息，称一旦能运载99式坦克，将彻底改变高原战场形势。为何这么说？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从今年年初疫情部署医务人员开始，中国的运20无疑成了中国军队战略运输力量的明星装备，而周边的国家更是对中国的运20极为关心，因为中国的战斗机实力已经跨入世界第一梯队，但辅助飞机却长期落后，大大拖累了中国空军的部署能力，而运20的出现无疑会从根本性上改变这一点。印度方面认为，作为中国空军序列中现役最大的运输机，运20的航程达7500公里，目前使用4台俄制索洛维耶夫 D30发动机作为动力，载货量为55吨，但中国厂家一直称运20的设计载重达66吨，这说明机体是按照此指标设计的，但发动机推力考虑了未来的可能性。据南华早报的消息，中国会很快使用国产的 WS-20 发动机来取代俄制发动机，预计国产的发动机推力可以增加20%，新发动机消耗的燃油更少，并且可以使运20起飞并降落在跑道较短的野战机场。本月初，新安飞机制造公司发布了一张照片，照片显示了一台高喊道比的涡扇发动机。据悉，目前新发动机已经在一架运20上进行试飞，新的发动机可以为运20提供更大的升力和更远的航程。而印度最关注的是，这意味着解放军可以使用它在高原部署最先进的58吨99A 坦克，一旦部署将彻底改变高原战争形势。而此前运99式坦克则需要进行一部分拆解来降低运输重量。9月，中国在参加 KFCAS 2020战略军事演习时，首次部署了运20大型运输机，用于向俄罗斯运送包括步兵战车和自行榴弹炮在内的重型装备。作为对比，俄罗斯近期刚出厂的全新伊尔76，在使用了俄制新发动机后，同样取得了跟中国运20类似的运载能力，但伊尔76的机体较老，货舱较窄，限制了很多大型装备的运输。而网络上已经出现了运20改装的加油机试飞的照片。对于早就掌握了软管加油吊舱技术的中国而言，这种改装并不存在难度，届时中国将摆脱加油机不足的局面，从而大大提高战斗机在高原地区或者远海的活动时间。拉达克地区印军一侧下起了罕见的大雪，原本一些依靠雪地来扛风的帐篷，不是被压垮，就是直接被大雪封堵上。然而，印军前线这数万人直接变成了被困在帐篷中等死。根据《印度时报》11月25号的消息，前线的印度驻军遭受到了暴雪袭击，拉达克河谷地区的积雪达到了2米的深度，而佐吉拉山口的积雪甚至达到了16米的深度，这直接导致前线数万大军被大雪围困。甚至很多士兵连帐篷都出不去，只能在帐篷中等死。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报道显示，印军方确实没有闲着，在暴雪开始到来的时候，就迅速派遣了大量的工兵部队和铲雪车、挖掘机等，清理出一条可供通行的道路。然而，在暴雪面前，依旧显得杯水车薪。刚清理过的道路，转眼就被封堵。当然，驻扎的印度士兵并没有放弃求生，而是不断清理帐篷附近的积雪。然而，缺少有效工具和大型机械，这些自救行为并没有很快见效，活动范围被大雪不断缩减。需要指出的是，印度前线的帐篷被大雪围困和自己选择驻扎的方式也密切相关。此前，印度军方因为贪便宜，采购的帐篷质量极差，不只有一次印度士兵向外界举报帐篷根本不防风，而夜间外部最低温度能达到-50度。为了在印度军方手下活命，印度士兵看上了高原的积雪。从之前印媒报道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印度士兵选择在积雪中挖一个坑，将帐篷安放在其中，留下一个小通道，这样既能防风，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温作用。然而要命就要命在这儿了，这样的放置方式一旦碰到暴雪，积雪直接覆盖在帐篷上面，之前留的小通道也很快被大雪封堵，这就直接导致印度士兵被暴雪堵在了帐篷里面，要么就是连帐篷都被压塌。按照印度媒体的说法，今年的冬季，拉达克地区和班公湖地区降雪量十分异常，远高于往年，而且今年在前线驻扎了更多的士兵，这对印度造成的后勤压力也是无比巨大的。有分析人士调侃，现如今恐怕印度士兵晚上都不敢睡觉了，24小时需要有人对驻扎地区进行清雪工作，还要清理帐篷顶上的积雪，防止里面的人被活埋。白天还好说，夜间顶着最低温能到达-40、50摄氏度，还有暴雪的袭击，想想就刺激。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引发的亚洲一决热战给人们带来哪些思考？坦克装甲车面对无人机是否只能隐退？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当前世界形势一度陷入全面冷战的阴霾，
和局部热战的怪圈中，各国面对越来越紧张的备战氛围，也都是努力向前一阵狂奔。军事科技也在这一浪潮之中得到了极大提升，更有一些老牌军队做出退休所有坦克的打算，这些都是冷战气氛中未得到真实战场检验的新技术与更新尝试。这时，亚洲一角的迷你热战场本身就对无人机和坦克等武器价值进行了一番论证。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在造成了约5000人丧生之后，终于在俄方调停后，阿塞拜疆签署了停火协议，结束了这场为期6周、致使万千民众流离失所的残酷战争，以亚美尼亚的战败告终。亚美尼亚的惨败让身处和平当中的人们对坦克在现代战场中的实际效用产生了质疑，引发争议。这些似乎都证明坦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诚然，事物是在不断的优胜劣汰中生存与发展的，也是在对环境的适应性中不断改良与进步着的。正如曾经坦克是战场上的煞神，而现代军事技术发展出武装无人机等反坦克技术一样，坦克也会逐渐配合复合装甲、爆炸性反应装甲等一系列探测和主动防护系统，以应对战场上看似不值一提的小型威胁。10月25日，商业内幕文章分析指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战斗标志着现代战场的新阶段，只有妥善处置无人机的威胁，才能让坦克发挥应有的效用。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首席研究员、前美军陆军上校戴维·约翰逊表示，现在的问题核心不在于是否要淘汰坦克，而是能否保护他们，以实现更大的效用价值。此前，前海军陆战队上校马克·坎西安表示，现代战争极具破坏性且血腥而简短，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它必然导致过去的坦克和一些战机被啃得七零八落，所以唯有变才能在未来越来越现代化的战场中求得生存。通过亚阿战争来看，毫无疑问，无人机这是一个重大的新现象。分析认为，中国作为无人机生产大国，未来出口无人机的机遇大大增加，同时对中国无人机而言也有练兵的价值。为什么印度说要警惕中国的运20？运20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中国不再需要俄罗斯？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虽然中国在军事实力上一直在迅速进步，但是依然有着一点小遗憾，那就是国产发动机总是跟不上。不过最近却有消息称，中国的国产发动机很快将要进行新版升级，而印度对中国可是十分关注，立刻就发布了一篇相关报道。据印度媒体欧亚时报11月26号报道称，中国的国产发动机已有了新的突破。国产发动机涡扇20发动机，这将会取代俄罗斯的 SOSOVIV D30发动机，而中国的大型运输机运20运载量将会再次提升。现在这样的时间里，印度需要警惕中国的运20。运20作为中国国产大型运输机，也是中国20家族的成员之一，代表了中国最先进的技术，但是却一直受限于发动机的缘故，导致依旧无法发挥出最大用途。而现在运20换上新的发动机，将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呢？据了解，运20目前的载荷量是55吨，一旦换装新发动机，将会立刻提升到66吨。而我国最先进的坦克99A 才58吨，也就是说，以前运20没法运输陆战之王，在换装后就可以整辆坦克一起运载，不需要像从前一样要拆掉才能运输，并且在运输整辆99A后，运20还有余力。可想而知，优秀的发动机可以为战斗机或者运输机提高多大的执行战略任务的能力，而且比起俄罗斯出售给中国的发动机 SOSOVIV D30发动机直径更大，可以提供更多的推力，使用的燃油更少。而这样一来，中国将不再需要俄罗斯的发动机。涡扇20发动机是根据涡扇10A发动机改进而来，作为一款大涵道比的发动机，在技术上已经可以超越很多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将会补上短板，在各项技术上都可以跟上世界前列，之后将会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要知道，中国之前一直从俄罗斯购买 SOSOVIV D30，可是20世纪苏联引制的。在各国不断更新发动机时，中国还在用老款发动机。就算其他技术再如何先进，在底气上就没有那么足。毕竟发动机至于飞机，就是心脏至于人类，任何超出心脏负荷的运动都是在向生命挑衅，飞机也是一样。在各国都颇受欢迎的装备，印度却没钱采购，7年预定计划一拖再拖，一度想要掌控整个印度洋的信心从哪儿来呢？据龙腾网11月25号翻译印度网站的文章称，近日印度从2010年开始立项，到2013年招标的采购4艘登陆舰的项目正式取消原定采购计划，但是还没有最终破产，原定的4艘现在变成了2艘。而印度官方公布的原因却是没钱了。这则消息在印度一经公布就引起了不小的讨论，其中一位网友评论道：花了7年时间就决定取消这份征求建议书吗？
另一位网友表示，再加上维克兰特号航母永无止境的延期，我敢打赌下一艘航母永远不会开始服役。不得不说，印度说缺钱，主要还是因为买的装备太多了，比起自己研制采购，可比从别人那里买的要更便宜一些。当然，印度自己的制造能力也不允许他们采购自己研发的武器装备。不过，印度自己也知道自己花钱如流水，所以原定的4艘登陆舰是印度自己的私人公司制造的。不过，印度把采购计划能拖上7年，除了印度确实没钱采购装备以外，还很有可能是印度自己也不信自己的制造能力。登陆舰作为大型海上装甲运输舰，主要是为两栖战力提供快速运输登陆能力，使部队可以快速进行作战任务。不仅可以搭载坦克、两栖战车，还有可供直升机停靠的地方。所以，这种登陆舰在各国都是颇受欢迎的。比如美国一直在建造的圣安东尼奥级登陆舰，作为一艘隐形舰，从2003年开始建造，一直以2年服役1艘的速度在建造，到2017年最开始预计的27艘已经全部建造完成，并且今年3月又将开始新一轮建造。另外，就中国来说，071综合登陆舰和美国圣安东尼奥舰一样，在设计中融入了隐形效果。2007年服役1艘后，中国确认这舰不错，于是基本上就是以1年1艘的节奏在造。不过中间有些停顿，目前只服役了7艘。说实话，论速度，中国还没怕过谁。反观印度，就不说建造速度了，连资金筹备都要一直筹备7年，更何况还不一定能建造有隐身功能的登陆舰。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还从4艘减到2艘，也不知道印度想要掌握整个印度洋的信心哪儿来的。